我去，原来高级和牛店的和牛还真不一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最近我也是看了很多高级料理店的视频，那个具体是哪个美女我就不说了，就是你们说吧。和牛这个东西也算是日本的标志性产物之一了，其中松阪和牛就是里面非常高级的一种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松阪市吃这个呢？今天也要继续努力折腾自己的。我们这一次在网上找的这家店是在松阪市唯一有元祖称号的一家店，因为日本的广告法很严格嘛，就如果这家店敢在招牌下面写元祖2个字的话，那证明这家店肯定还是有点东西的。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有个和服阿姨跟着我们，简单的看了一下菜单，有点发抖，但是为了假装不是第一次来，我还是非常娴熟的点了2个套餐，开始上我们的第一个前菜了。这薄的跟我2次元的女朋友一样，这个肉确实是巨嫩，就是有点不太好夹起来。第2个小前菜是茶煮和牛，就真的只是用茶煮的牛肉，不过确实还是挺清香的，这个还真有点好吃，就是吃茶的那个清香和脂肪中和之后的味道。接下来还是前菜，怎么那么多前菜啊？每一个都很精致啊！这是金箔吗？下面那个是和牛做的牛肉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第一道主菜了。阿姨先是铺好炭火，然后从外面端来了今天我们点了2块顶级松阪和牛，全程也不用我们自己烤，什么酱料配菜都是阿姨全部帮你弄好。毕竟这么好的食材还是不能被我糟蹋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可能是它那个酱汁的原因，烤出来的烟味巨香。中途还会用洋葱给牛肉补料，非常讲究啊。到碗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和牛的汁水非常好的全锁在里面，一口咬下去可以爆汁儿的那种。然后就是各种的蔬菜，当然一片牛肉肯定是吃不饱，我们就加了一个寿喜锅和1碗和牛盖饭。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寿喜锅原来是这样做的，面粉之后加酱料再和牛肉一块儿，我都已经闻到香味了。先把我们的蘸料弄好，虽然就只有这一片牛肉，一个套餐也就这一片，不过用生鸡蛋蘸着它吃是真的很爽，肥瘦均匀。我就想问锅里还有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先生，加1万块呢。不愧是本格寿喜烧，价格也很本格呢。还好吃完之后还会有蔬菜，哇，又是一锅满满的多巴胺。不过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碳水。我又不是艺人，我减什么肥呢？隆重向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，和牛盖饭，上面铺满了厚蛋烧还有牛肉粒。你们看这个牛肉，就着刚才的蔬菜一块儿吃。真的绝子。最后的甜点是一道现烤的年糕，这个真没啥特点。然后还有一个亲生运过来的哈密瓜，哇，这一顿吃下来其实还是一个大满足的动作。虽然一直有个阿姨在这儿，但是阿姨人还是很好的哈。整个体验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给10分，特别好吃，卡玩意儿。家人们，你们今天来帮我评评理啊！我本来是想来开个新系列，就是讲日本的那些中华料理，然而没有想到第一家就给我劝退了，这他妈什么呀？这些都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秘一下这些在日本的魔改中华料理都什么样子。而且你们知道吗？他们还一点都不便宜，就跟国内的魔改日料店一个尿性。反正你们也吃不懂，那我就往贵的做好了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阿基，又到了乱花钱的日子，今天是和干干子一起乱花钱，心里非常的没底，害怕。尴尬的是，我们好像是最会做到的。这种餐厅有个很装逼的地方，就是他每天只会在晚上6点接待1组客人。哎呀，不说废话了，最先上的前菜是分了6个小菜，北京烤鸭是单独一盘放的，非常给面子。其实光说味道的话，它是可以的，就是太少了，它一整只鸭就只切了这么一点点，那剩下那一整只怎么办？扔了吗？然后是5星物语里面的第一个卤的牛舌，上面淋的黄色的是不知道什么的咸甜酱，而且还是一个凉菜。下一个是一坨鱿鱼，最下面铺了一点米饭，怎么那么像寿司？然后是一坨生牛肉粒，为什么我走到哪儿都要吃生的？我不想啊。旁边的蔬菜卷蘸一点蔬菜泥就可以吃了啊，绕口令吗？太好了。最后一个前菜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有这个菜吗？好像是某种墨鱼丝，非常的不合理。终于来了一盘正常的鸡汤小白菜，这个真好吃，鸡汤配上那个小虾的味道是真的绝。这个菜应该是学到了精髓。然后下一个菜有点把我无语到，他会把刻了他们家 logo 的冬瓜先给你看一眼，然后烹饪20分钟之后给你端了一小杯冬瓜汤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个合理吗？这碗菜就像初中的恋爱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接着是一碗馄饨啊，当然按这家店的尿性来说啊，肯定只有一个了。我感觉我就像一个试菜员，每个菜我只吃1口。接下来这个菜你们肯定猜不到是什么，它是熟油海椒皮蛋加蒸蛋，皮蛋是铺在最下面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下盘菜是一个煎饺，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，给你上个难吃的菜，再给你上个好吃的菜，这你就会觉得本来很普通的菜变得很好吃。不过里面的馅儿确实是很扎实，各种各样的菜加在了一块儿。接下来这个是海鳗春卷，牛逼！春卷里面为什么会包海鲜啊？你不跟我说它是春卷，我觉得还好，但你一旦说了就会去比较啊。然后这个菜的原型是什么我不知道，它就是煮的金目料上面加了一些笋条。我们有这个菜吗？但是这个它巨好吃，这个菜应该一眼就能看出来了吧？宫保鸡丁做法非常的上海，它里面那些菜还融入了天妇罗的做法，这个基本上和国内的味道差不多，那也算是惊喜了。休息一下，今天没有广告植入哈，因为接下来是我们那盘主菜，就是那个甜酱浓虾，虾不算大，肉也不算多，酱的味道很像鱼香茄子的酱，其实搭配起来是好吃的，就是一只根本啃不过瘾。然后接下来这杯肉也挺好吃，红烧的牛的脸颊肉，特别的松软，也很入味。这个菜能算是今天晚上的全场最佳，就算在国内也算是高级的菜。然后这一盘是什么？应该是某一种炸鱼，还放了一点土豆泥，那个酱应该是照烧酱。那个炸萝卜叫什么名字我忘了，这个巨好吃，这不是在国内早餐摊经常吃的那个吗？吃完这个还要选松露，这家餐厅的流程真的很长，只是我们想的黑松露居然是加在这种辣酱和牛上面，这太奇葩了。你要把牛肉剖开之后，亲自把黑松露点缀上去，包着吃。日本的和牛加上中国的辣酱啊，并没有结合得很好。然后最后一道大菜是荤蘑菇啊，这个我就不评价了，你们懂就行。味道基本和国内一样，咸甜爽。其实最后的麻婆豆腐还挺搞笑的，那个店长看我们3个是中国人，压根就没问我们辣度，直接把辣酱端到我们面前让我们自己弄，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。最后硬是自己做了一碗超地狱级别的麻婆豆腐，隔壁的日本人已经吓哭了。所以你们觉得这家店
店可以给多少分？垃圾推荐指数7.5分，卡玩意儿真贵啊！时隔了整整2个月，我总算是吃到了家满分推荐的店铺，而且它还是那种怀石关东煮。是不是感觉听起来就很装逼？那我们作为东京的关东煮杀手，那肯定是要来看一下，它要是不好吃，这个米其林绝对是假的。关东煮拼的就是这个汤，其实巨鲜。这家店在东京的麻布十番，就是也算是日本的一个富人区了。然后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地方的房租能有多贵？我们随便去找家不动产看看，22万、24万，基本上房租就是我家的3倍，这也可以的。我们还是吃饭吧。店里还有什么菜都是写在了这条纸上，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这家店的前菜巨多，嗨。第一盘是5、6、7、8种小菜，这真的太怀石了，一点都不像是来吃关东煮的感觉。最左边是一个小虾和一个栗子，这就是标准的秋天的甜味。然后是一小碗松果芝麻酱，松果还是炒了一下的那种，还可以。然后是一坨好像是竹夹鱼寿司，有点腥啊。还有一碗传统时蔬小沙拉，然后这一碗我特别喜欢，它是蟹肉鸡腿菇，微微咸的松叶蟹，这前菜挺高级。这就是我们的刺身了，这虽然是1人份儿，但这肉也太多了吧。第一个尝尝这个梅子酱鱿鱼腿，这个我觉得蘸一丁点酱油就可以了，肉还是脆的，这个是我的爱。旁边是2片鲷鱼，这个萝卜怎么切得像隐形眼镜一样，这个还是蘸一点酱油吧，不然你会觉得你在嚼空气。然后是一个扇贝肉，它是把它从中间切开，加了一片薄薄的柠檬，我感觉终于有人懂我了，扇贝肉那么腻，早该这样做了。旁边是2坨看成色就知道很高级的金枪鱼，然后这个黄色的我一直以为是葱，应该是韭黄。这2真的太配了，姐妹们，中日结合呀。最后2片是红干鱼，就是肉质比较弹牙的那种鱼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这个鱼做的寿司。吃完之后就上了一个锅，这个是用来涮海鳗的，这个还挺高级。大家说这个菜的难点其实在于要先烫皮再烫肉，其实还挺难操作的，因为海鳗的肉虽然比河鳗嫩，但是它的皮更硬，所以得先把皮煮软。吃这个的时候可以蘸一点梅子酱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真好吃。涮完这个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京烧了，它其实是烤的一块金目雕，然后泡在关东煮的汤里面，就这种炭烤的鱼有吸收了鸡汤的鲜味，所以味觉体验很丰富。吃完这个，终于到了我们今天的主菜。第一个关东煮就是王牌大羹，这里居然是一个菜一个盘子的端上来，不愧是米其林关东煮呀！上面撒的是木鱼、葱、山药丝，还有黑胡椒粉。你就承认吧，这个真的比便利店的好吃太多了。就吸水点，太香了，我的妈！然后下一份是包菜卷肉，里面裹的是那种肉粒很粗的火腿，甚至都有点嚼头了。而且这一份关东煮的汤汁特别好，我想问他单独要一碗那个关东煮的汤。然后是一份鸡蛋，他是已经帮你把黄芥末放到了鸡蛋的边上。对，吃。下一个是牛筋，其实这个菜并不是关东煮的，这是关西煮的菜，所以它是单独一个锅煮的这一碗牛筋。你们看这个牛筋 Q 弹的程度。一点点柠檬的香味，加上牛筋脂肪的味道，然后这种味道在你的嘴巴里到处弹，这是样最好吃的。最后是一份鸡肉丸子，其实还有很多菜我只是没拍，只挑了4个我最喜欢的。鸡肉丸子嘛，面粉和胡椒的比例刚刚好，这个也是 Q 弹的，当然里面肯定是有些脆骨的。最后的主食就是一碗汤泡饭，关东煮的汤就是咸菜一块吃，非常的接地气。甜品是红豆沙糕，加一碗苦到死的抹茶，完美的落幕啊！这家店真的是太让我惊喜，不知不觉中就把它吹爆了。垃圾推荐指数10分，下周再来啊！卡玩意儿。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就这么一杯。烧鸟作为日本的卤串，一直是我在日本最喜欢的料理之一。上一次我这么说还是在吃河豚料理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就这么花心。东京连着下了几天的雨之后，气温也算下来了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就是在东京中目黑的一家烧鸟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垃圾，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第一个菜是法国进口的鹅肝可乐球，它菜单上面写的是法国进口哈，那实际上是不是法国进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鹅肝吃起来都是一个味道。但是可乐饼做法还真是第一次吃。超级的好吃啊！外壳脆脆的，泛着油香，里面就是又湿又软嫩的鹅肝。第二个菜是时蔬茶碗蒸蛋，真的是好小的一碗，这个也就是半口的量吧。第三个菜看起来还挺有创意，它的吃法是用烤面包去刮勺子上的鸡肝，虽然吃法上面比较奇怪，但那个鸡肝泥调的还是好吃的，橘子味还带了一点香草的香气，像极了初吻的味道。但是谁的初吻会是鸡肝味啊？然后下一个菜服务员说是一个重头菜，重头到他跟每个人上菜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遍这个汤是熬了8个小时的汤，8个小时的鸡汤。不过这个汤的味道确实是鲜的，甚至有点像甲鱼鸡汤那么鲜。下个菜是南瓜沙拉，它把南瓜泥磨得非常的细腻，甜的很自然，挺好吃的。接下来这个是烤的干芝士，从北海道运过来的。为什么北海道这么产芝士呀？这个芝士的名字叫卡丘卡巴罗，它烤成了3层，它把上下2层烤成了特别焦脆的薄片，这个吃起来真的是贼香，里面嚼起来就像口香糖，甚至还有点弹牙。下个菜是白萝卜泥加甜酱油，好像很多高级烧鸟店都会有这个菜，成都人表示意义不明。好，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正题。第一个烤串是带嫩葱的小鸡腿肉，这个嫩葱是真的很香，
香，葱的汁水和鸡肉搅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，嫩滑的鸡腿肉也烤得刚刚好。下一个是半生不熟的鸡胸肉，它这个烤出来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在吃慕斯，软绵绵的口感。接着是鸡翅，骨头已经是剔了的，所以你可以一口把整个鸡翅全部吃进去，然后中翅那个油水又特别的多，就吃起来多巴胺爆炸。再下一个是鸡肉团子，里面还加了一点那种比较软的脆骨，咸味也刚刚好，要是再来个蛋黄就更好了。然后就是一份非常非常小气的烤物拼盘，每一种都只有这么小一个，感觉像是在夜市。鸡胗、横膈膜肉、鸡心、鸡屁股，这里面最好吃的还是鸡屁股，还有2坨珍稀部位的肉，这个是鸡肩小肉，还有一坨腿根肉。吃了肉之后又是一份蔬菜，也是这种小气拼盘，虽然味道真的还可以，但吃的我真的是很心急，真好吃。最后的主菜我是要了一份那个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炖的拉面，怎么感觉念出来都有点搞笑。总的来说，今天这家店可以推荐给女生和带女孩子来约会的人，因为它看来菜其实还是很多，这样你们可以聊很多东西，就是分量比较少。阿杰推荐指数8分，看玩意儿。